奇葩的相亲男生哈，他是怎么把女生给搞下头的呢？七夕的那天嘛，大家都在约会。北京的一个90年的男生呢，他也约了刚刚相亲认识的姑娘哈，一起出来见面。他的第一站呢，安排的是去吃饭，女生呢就迟到了一会儿，结果他没等女孩来，自己就开始吃了。结果等女孩来了之后呢，他就跟人家说哈，刚才实在太饿了啊，就先吃了。还好他还明白给人家留点。结果人家姑娘实在没有胃口了哈，象征性的吃了几口就结束了这顿饭。然后呢，他们就去了第二站看电影，偏偏那天选了一部言情片，女孩看着看着啊就哭得不行了啊。他呢就察觉到了，想安慰一下女孩的情绪，就伸手去拉女孩的手，结果女孩一警觉，把手啊就抽了回来。那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了嘛。所以呢，等电影看完了之后呢，就已经挺晚了哈。这女孩呢就说有点饿了，要想吃点东西。他们呢就决定去吃夜宵。这男生可真的是哈，太不懂事了，说自己刚刚吃的挺饱的，不饿，让女孩自己点菜吃。然后这女孩自己点完菜，最后吃完了，自己还把账结了。吃完了夜宵之后呢，这不就该送人家回家了吗？结果到人家姑娘楼下的时候啊，他干了件什么事啊？他把人家姑娘一把就搂过来了啊，说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啊？给人家吓得呀哈，赶紧就把他推开了。然后真的就没有然后了呀，人家上楼就把他给拉黑了。谁还遇到过这样的下头男吗？咱们到评论区说一说，记得点赞关注我哈，一个在北京做了12年的红娘丽欣姐。大家听说了吗？现在有好多地方的结婚方式啊，已经悄悄的变了，连婚庆行业哈都有点干不下去了。那新型的结婚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婚礼是这样的，彩礼不要，3金不要，豪华车也不需要，连酒席都不用办了，两家人呢在一块儿哈吃个饭就行了，就连亲戚朋友啊都不用通知，直接领个证就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真的嫌麻烦，也不愿意去结交更多的朋友，他们不喜欢那种很俗套的热闹啊，那些繁琐的耗精力的事儿啊全部都免了。那你们说这会不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呢？这种形式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们知道吗？我前几天呢接待了一个40岁左右的男粉丝啊，他的一番话呀真的让我目瞪口呆。他是82年的，他居然跟我说哈，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是越来越不想结婚。如果不是他的爸妈催他结婚啊，他是不会来找我的。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哈，然后说了一大堆理由，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他。他说啊，他不想结婚就是因为自己太懒了，他不想承担那些永远还不完的房贷车贷，每逢节假日还要绞尽脑汁哈，想着送什么礼物给老婆，这个实在太累了。每天还得想着，如果工作不够努力，老婆会不会哪天离开他呀？这种担忧让他呀压力山大，每天像狗一样累，回家可能还吃不上一口热饭，受了一整天的气呢，回家可能还要面对老婆的不满，这样的生活他一天都不想过。他说更不想在孝顺父母的同时还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把儿女辛辛苦苦拉扯大之后啊，还得拼命的攒钱给他们买房买车，跟别人攀比谁的孩子更优秀，在老婆和老妈之间还得经常调解关系，如果处理的不好啊，还得两头受气，实在太麻烦了。他说一个人生活自由自在的多好啊，饿了就吃嘛，困了就睡嘛，想打游戏就打游戏哈，窝在被窝里睡觉那也没人管你，钱多我就多花点，钱少我就少花点呗，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也不饿，多舒坦呀。那我就问他，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呢？他回答的特别的干脆，现在这个社会难道还指望儿女给你养老啊？真的是想多了。我邻居家里的老太太90多岁了，她老公啊早走了，2个儿子都在国外定居，一年到头我也没见她孩子回来看看她啊，还不是自己管自己。我听完他说这些哈，真的有点无语。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认同他的观点吗？吴三桂想翻身啊，到底有多难呢？这个事儿哈，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北京有一个大龄未婚女嘛，她35岁了哈，没房没车也没存款，在一家私企里边打工。最近呢，她的一个邻居啊，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跟她一样大啊。这位邻居阿姨啊，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红娘，就是觉得这俩人呢还不错啊，给他们撮合一下，所以呢就并没有跟他们2个去讲清楚彼此的条件和要求啊，就让他们俩自己去见面试试感觉嘛。结果这2个人啊还真的就约着见面了。男的呢
就问这个女的哈，你是什么条件呀？女的说，我啊没房没车也没什么存款，普通打工的，一个月大概就挣5000多啊，也不怎么够花，现在北京租个房子也挺贵的。然后这男的马上就接过来说了哈，那还不错呀，那咱俩应该挺合适的，还比较般配。女的说，我还不清楚你是什么情况呢，这怎么就般配了呢？男的说，因为我也没房没车呀，我也没有什么存款，我一个月大概收入也是5000多，咱俩不都是三无产品吗？啊，这不还挺门当户对的吗？如果你各方面都比我强，那我不是怕你也看不上我吗？结果这个女的就说了哈，那你想多了哈，我们女的啊都是慕强的，你要是啥的跟我一样，那还有什么能吸引我呢？然后他把头啊扭到一边去说，我觉得咱俩可不般配。结果这个男的呀也就不示弱了哈，他说，哦，那我懂了，你说的慕强不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条件比自己好的呗，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想找个什么都有的。女的说，可不是嘛，有钱的男人他又不看女的有没有钱，他只考虑这个女的够不够年轻漂亮就可以了呀。然后这个男的说，那你都35岁了，还谈得上年轻漂亮吗？女的说，只要男的能给我50万彩礼啊，我嫁给谁都可以的，你拿得出来吗？结果这男的就说，你25岁的时候都没把自己嫁出去，你现在都35岁了，你还想找个条件好的？如果年轻貌美是你的财富，那你的财富不是天天都在贬值吗？你难道没有发现现在出来给你相亲的基本上已经没有条件好的了吗？你就别装了，也别端着了啊，我的老姐姐。大家说啊，这个男的到底说的对不对呢？姑娘们找对象的时候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你讨厌烟味儿，你却偏偏给自己找了个老烟枪，然后你指望他戒烟。你喜欢有人陪伴你，结果偏偏找了一个总爱跑出去浪的男友，你还强迫他多陪陪你。你想要过上很富裕的生活，却偏偏跟一个一点上进心都没有的人在一起了很久，你还希望他能突飞猛进。你渴望安全感，你总想着这个花心的人能不能突然对你啊非常的专一。真相是什么呢？烂泥啊它是扶不上墙的，朽木它是雕琢不出来的，没用。你不断的努力去改变别人，但结果呢，你搞得很累，他也很烦。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啊，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选择，而不是去改造别人啊，要接受现实。咱们只做筛选，不做教育，只做选择，不做改变， OK 吗？来点赞关注我哈，每天分享相亲小妙招给你哦。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呢？什么才算是健康的恋爱观呢？我在北京做了10几年的红娘了，我发现很多的人啊，不仅仅是相亲他没有结果，就算给他介绍很多合适的对象，他也不会相处。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经典的恋爱观啊。其实我们不需要天天黏在一起，也没有必要时时刻刻用聊天来维持感情。我希望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呢，彼此都专注各自的事情，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心里都装着彼此就好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互相牵挂，真诚相待，自觉的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没有初次见面的那种新鲜感了也愿意为这段感情而去努力。如果有什么不满就开诚布公的说出来呗，及时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憋在心里，直到忍无可忍了才爆发。我可以不懂爱，但我知道我时常会想起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想与你去分享。你回消息的时候呢，我很开心，你忙的时候呢，我也能理解你。只要你忙完了以后呢，再联系我就好了呀。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不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而是我一眼心动之后无论如何都愿意坚持的决定。这样的恋爱观是不是谈得很宽心很舒坦呢？评论区说一说你的观点吧，关注丽欣姐，天天给你分享相亲小妙招，明天见哦。姑娘们哈，放下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在我12年的红娘生涯里哈，我经常都会看到那些还没有完全放下前任的姑娘们来相亲。其实呢，真的你是徒劳的，你以为可以用相亲这种方式快速的找到一个男朋友，然后呢就可以呢去麻痹自己，忘记你的前任。但是这是一种于人于己都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吗？我在这里给你几点建议哈。第一，先不要来相亲，不要找对象，
你好好的先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调整好你的心态。第二点呢，摸着自己的良心对自己说一说，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了，我也没有对你权衡利弊，我该放下的自尊我曾经也放下了，该做的妥协我也做了，遗憾的那个人不应该是我的。第三，我现在不得不放下你了，不是因为我不在乎，而是因为你不在乎。我曾经带着100%的勇气和诚意奔向你，可是你却在权衡利弊。我也清楚的知道，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不可能再和好如初，所以我必须断得干干净净的，我才能更加的快乐。无论你在我心里下过多大的雪，我都要收拾好心情了，要奔向未来的春天。这样的你才能完好的交给自己的未来啊，对吗？来关注我哈，每天分享更多小妙招，明天见哦。千万别说我不懂你哈，大概啊所有的男生都想找个这样的女生。你希望找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子，她没有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不爱慕虚荣，也没有暧昧不清的异性朋友，她的三观超正，热爱生活，待人温柔体贴，她有很干净的社交圈子，不泡吧，不去夜店，有的时候呢天真可爱，有的时候又有点傻乎乎的，喜欢天天黏着你啊，分享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她这种单纯可爱的样子啊，都让你着迷。我说的对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啊对结婚真的没啥兴趣了，原因还真的不少。今天我来给大家分析几点哈。第一，社会压力和婚姻观念在变化。以前呢，结婚生子是必须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更讲究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很多人呢都觉得哈，婚姻它是一种束缚，不愿意为了结婚而结婚。毕竟呢，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很多样化了，怎么快乐怎么过呗。第二呢，就是经济压力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真的背着很大的压力，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啊，希望多赚点钱，事业有成才更有价值。结婚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干脆啊就先缓缓再说呗。好多的人哈都是这么把自己给拖大了，索性啊这就不结婚了。第三呢，就是社交方式和交友圈子的变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啊，让我们认识朋友变得更容易了，不再需要通过结婚啊建立这种深厚的关系。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帮兴趣相投的小伙伴，日子过得呀也挺嗨的。他们觉得这比婚姻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多得多啊。第四呢，就是个人选择和价值观的不同。有的人他就喜欢单身生活，觉得自由自在的更开心，更专注于自我成长和各种体验，而不是把自己绑在家庭和婚姻的责任上，太累了。总之，现在年轻人不想结婚的理由呢，真的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从社会、经济到文化、个人，各种因素都有。你怎么看呢？你身边有没有这些不想结婚的小伙伴？欢迎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哦。当今的婚恋现状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天我在直播间呢，有人就让我聊聊这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你们分析分析。第一哈，如今的80后啊，已经凉凉了哈，一大批的未婚单身，可能他只能孤独终老了。还有一大批的离异单身，他也找不到对象。剩下的一些正常点的呢，要么就是为了孩子凑合过着，要么就已经走在了离婚和准备离婚的路上。那现在的80后哈，真的是压力山大的一批人。第二呢，咱们再来看看90后，他们啊是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结婚率最低的点，也是他们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生育率的最低点。90后的观念很超前，他们的内心热衷于搞钱，心思没有太多放在结婚生孩子这件事上。而且这一代女生啊，也是有史以来眼光和要求最高的一批人。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在学业工作能力方面啊普遍较出色的一批女生。但是他们也因此牺牲了爱情和婚姻，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呢，大于了对社会的繁衍贡献，这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最后就看看00后，00后是最清醒的一代说他们清醒是因为啊，他们真的太懒了，别说结婚了，就连谈恋爱都懒得谈。他们的世界有太多比爱情婚姻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是什么人生大事，孩子更多余，有钱就多养几个，没钱啊就别生别养。他们就是这么人间清醒啊。3000多万男光棍都在农村
婚恋真实的现状就是，现在在农村呢是一群的男人抢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在城市呢现状是一群女人在抢一个优质男人。农村呢是女人啊带着孩子都照样可以嫁人，而城市呢女人带着房子都嫁不掉。农村的光棍有一大片啊，城市呢剩女有一大堆。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啊，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啊，谁也不服谁啊，都觉得自己呢是 No.1 啊。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啊。你们就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满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啊，想法很对立，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还三观相合呢。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啊。你比如说啊，男生啊，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要请客、要吃饭、要送礼、要发红包、要转账，还要跪舔、要讨好。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是父母疼大的，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啊？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啊！现在男生都会算账了啊！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平均一个月要花1万块钱的话，那就是3万了，一年下来啊，10几20万，没准啊最后都没戏。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所以说啊，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啊，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了。这个就是为啥啊，男生现在谈恋爱啊变抠了。他们说啊，能处就处啊，不能处就拉倒了。反正啊，我这辈子只给3个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可是呢，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呀。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的想法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啊，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那都是渣男。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嘴上说的再好听，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了婚，那是不是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别说跟你结婚了，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我都不给。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那说明他不爱我，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对吧？说白了啊，就是得给他们花钱才行得通。还有吧，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啊，女生总是想啊，咱能不能多聊聊天啊，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这天都还没有聊好啊，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可不是啊，男人觉得那面都不见，还聊什么天呀？哪有那么多天好聊啊？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你还想碰我啊，想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得看你啊诚意有没有到位。就女生她有一种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但是男生想的是我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碰一下都不行啊？总之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最后连女生的手都没碰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就接触，看不上就拉倒。你别用那些慢热、仪式感、什么礼物这些东西为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这个真的不叫爱，这个只是在索取嘛。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觉得我说的对了给个小心心再走为什么说但凡来相亲来找感觉的，基本上都会失败，你信不信？我见过很多见完一面就跟我说，哎呀老师我对他没有感觉。无论男女，只要你是来找感觉的，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肯定找不到。除非你自己是一个颜值很高的气质谈吐又非常好的，情商还特别高的人，你能在短时间内呢吸引住对方，那对方呢也跟你是一样的人，那么你们才可能产生那个感觉。为什么？其实科学早就证明了这件事情感觉它是人体荷尔蒙在起作用嘛而这种东西呢却往往来自于颜值和外在的一些吸引甚至呢是某种环境下刺激了才会产生的。所以如果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长相的人那就别到相亲市场上来找感觉了。我之前有一个38岁的未婚女，学历很高，收入也很高，工作方面非常优秀。她跟男士见面就一定要找那种长相好的、阳光的人还特别优秀的，得 hold 得住她的。但是她最大的短板就是长相平平，个子矮，身材胖性格强势。说实在的，就这样的她跟那个她理想中的男人坐在一块儿她自己倒是能够产生出感觉来，但是对方呢能对她产生出这个荷尔蒙吗？我觉得有点难。
结果啊，他相了几十个啊都没成嘛，活生生把自己啊拖到了40多岁。那些能看上他的呢，他说没感觉，他认为没有感觉就不可能往下发展关系的，根本就没有接触一下的欲望了。所以啊，但凡是过了30岁的女生啊，还要看眼缘的，还要找感觉的，还要想一见钟情的，还要寻找爱情的，还要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爱情的，你们不觉得自己有一点幼稚吗？你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找到爱情啊，现在30多岁了你还要来找爱情，很多女人她的思想啊就跟不上趟嘛。相亲市场真的非常现实的，你跑到这里来找感觉啊，找爱情真的有点可笑的，因为这里就是谈条件，讲的就是交换，是合适结婚的人选。可能你觉得没有爱情啊，结什么婚啊？我不反对你这么想，但是我所见过的相亲成功案例当中，90%都是通过相亲认识之后，综合评估对方的人品啊合适、性格合适、兴趣合适，逐渐呢在交往当中建立起来了感情，最后呢走进了婚姻。在这里一见钟情不是没有，但是呢都没有多长久，很快就黄了。所以咱们的重点啊，应该是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人品好的人，是不是有个责任心的啊，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会照顾人，会不会懂生活啊，热情正能量不啊，有没有耐力啊，懂不懂经营感情等等这些，而不是来追求那个眼缘，追求那个感觉的。现在30好几的人了啊，咱就别再追求那个什么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了，行不行啊？啊。